欢迎叔叔，谢谢叔叔的点亮和灯牌。我们可以点点赞哦，新来的家人们可以点点赞哦。谢谢姐姐的点赞。欢迎曲曲儿，谢谢曲曲儿点亮灯牌。谢谢姐姐的点赞。热呀！为了你我可以诗情画意，为了你也可以用尽力气，爱你上瘾也怕你伤心，有些事情不会放弃即便滑稽，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华丽，即使淋着大雨我想傻也从不会去保护着你，我想我不能没有你，没办法失去，我想我只想陪着你。最近有什么好看的舞吗？我感觉我又要录视频了，但是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最近几天都没有刷抖音，我都不知道要该跳什么。最近有没有什么热门？你们有没有刷到什么热门的舞？小摇子舞之类的。欢迎孤独的猫的点赞，我们可以继续点赞，我们点到2000赞给大家跳个狐狸摇。欢迎鱼子酱，谢谢鱼子酱的点6和灯牌，还有闪耀，谢谢鱼子酱。鱼子酱，你的会员都掉了，谢谢孤独的猫的点赞。右上角活动开一下，哪个右上角？那个比心那个什么吉星唤醒兔兔这个活动吗？这是什么活动？我感觉我都没有改过，什么比心兔比心白毛团鸡，这是什么？要取个名字吗？比心辉荣汇宝，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活动？比心墨黑小裤衩，这是什么东西？比心奶黄，要这个吧？这是什么东西？修改成功，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意思啊？没搞懂啊？这什么？我现在应该是弄齐了吧？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啊？鱼子酱，谢谢哲哲点赞。谢谢酱萝啊，这个是吃萝卜吗？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吃萝卜吗？就是点了之后可以送萝卜吗？是这个意思吗？谢谢小健的点亮和灯牌，欢迎深深，欢迎小健。我都没搞懂，会出现特效哦，就是里面的兔子，里面的礼物为兔子会出现特效哦。什么特效？没看见啊！喂养你的电子宠物哦，这个意思。谢谢。孤独的猫是谁呀？孤独的猫，他有10级灯牌，然后又关注了我。你是不是谁又改名了？然后导致我不知道你是谁。它会出现特效，是怎么出现特效啊？为什么我没有看见特效？谢谢我们哲哲点赞，我们可以继续点点赞哦，咱们星河碎影哦。为什么又改名字了？你倒是经常在改哈。欢迎白白，欢迎聆听，我是好友。谢谢聆听的点点星光。谢谢哲哲点赞。孤独的猫名字好听，你之前的名字也不难听啊，你的名字都挺好听的。上分钟，好的，
谢谢白白的闪耀星河。我3个人一人发一个，什么3个人一人发一个，什么3个人一人发一个。3个人发视频一人发一个，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好意思这么久？那不是因为昨天那个时间，不太对嘛？昨天那个时间。欢迎小影。怎么啦，小影？我们可以继续点赞，我们点到2000赞，还差1000。谢谢小影的点亮。那不是因为昨天不太好嘛？虽然说昨天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昨天那个还是算了。想一想，吃烤肉有跳舞的，而且跳期待，哪吃烤肉有跳舞的？哪里吃烤肉可以跳舞？现在餐饮店也这么卷了吗？以前那个什么，怎么曝光了？以前那个海底捞跳那个科目3，现在吃烤肉还要跳期待吗？现在就是餐饮店也这么卷了吗？你吃个饭还表演才艺，真的是。这么卷了吗？现在都欢迎罗哥。在苦练顺拳，怎么样？你们的那个，你们这次上分上的怎么样？不光跳期，还有别的，太卷了吧？现在餐饮店都这么卷了吗？太卷了，什么都卷，干什么都卷的。欢迎一直酱，欢迎阿欧，谢谢阿欧的点亮和灯牌。阿欧回家了吗？阿欧是在加班还是回家了？鱼子酱可以许回了吗？鱼子酱，你还会许的吗？在冲市标，冲市标就是市标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城市前几吗？这种吗？市标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很厉害的那种？你昨天不是在群里面还在说你连跪吗？怎么今天就要开始冲市标了？欢迎万重山。吃饭没有点才艺有点难，太难了吧？现在我去吃饭很少，15号以后许，真假的？有你这句话就好了。好多，那我等你哦。欢迎如晨，不超过16号，好多，这样心里有底了，哈哈，这样就好。谢谢林天的点赞。但是我觉得，吃饭有才艺的还是很少，一般就是吃饭有才艺的，一般如果在网上火了的话，肯定生意就会很好。我之前刷到一个就是酒馆，好像是在湖北有一个酒馆，就是跳一个，他的老板是一个中国舞老师，然后他是学跳舞的，然后他自己开了个酒馆，然后就是国风酒馆，然后在那个酒馆里面跳舞。后来他就发视频火了之后，他的酒馆就爆满了。就现在喝酒喝8+1也有舞蹈看，喝什么都有舞蹈看，喝什么都就是吃饭都有才艺了。谢谢孤独的猫的8颗小星星。我们给大家跳一个什么呢？跳一个狐狸摇吧。篝火映入雨碎，梦里风在吹，也许月亮怕将回头喝了几回，伸个懒腰打个瞌睡，游玩本娇美，去了与白人斗嘴，不赢不亏，久违，爱和是非，
找我，怎么跳了一半就有人找我？我们一会儿再跳，我们一会儿再跳完。你怎么在我跳舞的时候找我？酱姐，好久不见啊，感觉。是啊，对呀、对呀、龙姐，你是不是前几天都没看你直播啊？我感觉。对，前2天没有，周天，因为昨天没有，是因为我本来昨天是要播的，但是因为昨天那个日子不太好，然后就没播了。哦，对对对，我那天刷到，我其实昨天播的时候，我就在想，应该不会被别人骂吧？我后来想一想，我直播间人也不多，应该也冲不到我这儿来。确实，但是后来我那天刷到就是说他们打游戏主播说这个日子还在播，就是喷他们嘛那种的。对，然后因为我昨天也在群里面问嘛，然后他们就说还是 BB 贤好一点，然后我就没播了昨天，然后就这儿有3天，差不多。只要不是那种特别那个的就好，其实这种其实还好，只是说可以那个啥，也可以稍微那个那个啥一点。我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那种日子，对，特别严重的，特别严肃的那种日子，那肯定，那就休息一下吧。太好了，那直接连休2天了。啊，是啊，来，龙姐找我是想怎么玩？那肯定是4人，谢谢。肯定是4人，谢谢。你今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播了34分钟52秒、53秒、54秒。为什么我听你的有电音啊？是我耳耳返有问题吗？还是是我有还是他？你们听得到电音吗？有吗？我跟你说，我之前就是有时候我听我自己的声音有电音，那我的耳返就有问题了。如果我能听得到的话，一般是真的有问题。我刚跳舞的时候，感觉我听那个音乐，它放着放着听不到了，感觉。我感觉我听我自己的没有电音，听你的有电音，那应该是你的问题。我们公屏上都没有一个人问说有电音，应该是没有吧？那可能是连线的原因。那可能是，有可能是啊。找谁呢？我想找点我们不那么认识的。没有，我们这边说没有电音哎。好奇怪，那为什么我能听见？不认识的。那应该是你的耳机有问题，我感觉是不是？谁不认识啊？你都拒绝我呢？兔子肯定不会拒绝我的，拉一下。我不拒绝的这种热度，我就知道你不会拒绝我的，兔子老师。因为我连 PK 的话，你们还可以替我粉丝聊一会儿，我没有空理他们。你又在做假毛？没有做假毛，我在填表格。不是，你这个篮子真的有一种在仓库的感觉。我也想说。没事，马上换地方了。你搬家应该很那个吧？一大堆衣服不好搬吧？不是，这不是我家呀，问题是东西都不是我的。哦，我以为你在你家。我可能有1-2箱衣服，倒是真的。我想说，兔子老师的 cos 服全是自己买的吗？还是说是租的？还是怎么那个的？我的洛丽塔全是自己买的 cos 服的话，有一些是我自己买的，有一些是粉丝想看我出，他们给我买的。哦，那你一般他们想看你出给你买的话，还要不要让他们刷点别的什么？没有吧，就是拍正片也是他们出的钱啊。只要他们包圆了，你就可以出，反正。我喜欢的话我就可以出啊，我不喜欢的话非要我出，那你就打钱。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想出的话，然后又能顺便什么摄影后期什么 cos 全包圆了，那就可以。后期我自己来就行了。挺好的，我看兔老师出好多 cos， 他们还差一个人。啊，不是，你说是周末的那种活动，那是甲方的衣服，不是我的。哦。但是很多时候，他们职业 coser。拿那么多衣服也放不下啊，还不如租一下方便一点不占地儿。我放春妮的话就放得下，我春妮就是。除非真的很爱那个角色，就保留他的 cos 服。我是自建房，所以我家里3楼，一个是直播间，一个是空房间，还有一个是仓库。那个空房间甚至我本来想布景来着，然后现在又不是经常在家，我就没。广东富婆啊，兔子老师，你平时收租啊？不过锤子那个地方连
连什么连外卖都叫不到的，我给你做，你去啊。那你们最近可以点外卖要多久？点不到外卖没东西。那你这是镇上还是那种？关你镇上的不是，就是连拿外卖你都得去镇上。那你要是平时去出活动，那不是很远喽？所以我现在最近都不在家呀。好吧。所以我都不不是在家。，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拉人啊？江姐你也拉一拉吧，我是真拉不动了。拉谁呢？我全部拉一遍。偶尔陶弟，谢谢陶弟的灯牌。 Hello 咪咪 Hello 咪咪，运镜关一下 OK。Hello， 我们打个黑白配怎么样？可以。中。奈，我你我奈，啊你我奈。这是一首歌吗？怎么那么耳熟？就最近有点火的那个。但是我出的是地下城。等拍完那我们直接视频什么的，我开始就可能了，就一会儿换衣服了。见哦。 OK。我把总觉得他刚哼的是一首歌。欢迎吉儿。加我们前30秒送礼翻倍哦，有灯牌的可以送。欢迎大半，欢迎12。想去天津吃刨冰，真的有那么好吃吗？上次深深也在跟我说天津刨冰好吃，但是车限号绝望了，车限号应该只限1天吧？而且，哎，涛弟是北京的，是不是？欢迎武生，晚上好呀，武生。欢迎秋蝉。我感觉我就是有点忘记了，但是我感觉陶弟应该离天津很近吧，河北的，那也挺近，坐高铁呗，坐高铁应该也很快就到了，坐个高铁。天津好吃的刨冰都排队。我想到了那个什么，就是长沙的那个茶园月色，他们还有外卖去长沙专门叫的，外卖到自己的地方，就想喝一杯茶颜悦色，但是我觉得奶茶都一个味儿，其实还好。家们给我加成，我们差2个人给我加成，谢谢鱼子酱的小星星，谢谢鱼子酱。天津高铁17分钟，这么快？那对呀，你限号的话，而且限号只限1天啊，只限1天号，你完全可以那个什么，就是不限号的时候去，或者是买一个那个高铁票。专门去吃，但是我还是不会，就是在我的原则里，就算我很喜欢吃一个东西，但是如果它的距离超过了，就是它的距离很麻烦的话，就比如超过了半个小时或者超过了1个小时，我就不会去吃，哪怕我很想吃再喜欢我也不会去，我觉得太麻烦了，就不会专门为了吃一个东西花费很长的精力，很大的精力。萌宝外卖神券这样现在可以用。萌宝外卖神券在哪儿领啊？工作原因不能周六哦，不能上班没？那你什么时候去？你周六、周日不能，你不能周六、周日去，但是上班。你平时周一到周五呢？周一到周五有时间去吗？如果周一到周五如果也上班没时间去的话，那就估计去不了了。明天休息，明天限行吗？你是每周限行那天休息吗？不会吧，我今天只花了2块钱就买了奶茶，现在还有一张满15减15的券，真假的？闪购？我不知道啊，回去看看。我之前有一个淘宝的那个88会员，88 VIP 什么东西的，我最开始弄它只是想要一个那个就是一个软件的会员，结果充了之后我发现它并没有软件的会员，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点。然后后来我朋友说我充错了，就是它也是88 VIP，但是它就只能那个啥，它就只能
比如说你买东西可以就是退货，可以免运费，就是免运费退货的那种。限号周一周二周三这3天可以随便休息，忘记看限号了。哦，我就说你不会这么背，刚好在限号那天休息，那你就别吃了。平时指的晚上7点以后了。哦，现在他们3家补贴外卖省券买东西，我不知道啊，我都好久没有看了。欢迎三哥，这是三哥吧？39度3是三哥吧？家人们，我们还有30多秒，我们可以破个10吗？破个100吗？就是有没有墨镜啊？家人们能够破个100吗？有没有个墨镜？让我们的分数能够到达100。我们还有7秒，谢谢我们头顶哦，谢谢我们头顶哦，谢谢头顶哦，差一点点，我都看了还有2秒，我的心灰意冷了，但是没有想到居然还是看到了墨镜，谢谢我们头顶，谢谢。久远的名字，对呀，记得，当然记得了。耳机要没电了。欢迎3959。Hello， 那我们来配一配吧。来吧，配一配吧。许愿抱上大腿了。配白配手背啊！哇塞，居然是我，太好了吧？好吧，不是1、2、3、4吗？哎呀，好，点啦！好的，到了我了。咪咪老师一起奖励了吧？好，那小龙女老师，我们就唱个歌可以吗？哦，你是不是耳机快没电了？才想起来。对，你听到了。那你亲我一口吧。好吧，咪咪老婆，咪咪老婆，我去烟冲会儿了，待会儿。好的。那我们下次再玩，友友们。好的。好。拜拜。不要。39度3不是三哥最初的名字吗？不是你的原始名字吗？这个名字怎么会记不住呢？你最开始叫你三哥，不就是因为你是39度3吗？欢迎工厂打螺丝。我们继续给大家跳刚刚没有跳完的狐狸摇吧。是我的原始名字，对呀，我就说这不是你的原始名字吗？我就说你改了一圈，怎么又改回到你的原始名字去了？涛弟有没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呀？欢迎零售。还是原始名字好听，所以说你的原始名字为什么要叫39度3？是因为发烧发到39度3吗？好奇怪哦。给大家跳一个刚刚没有跳完的狐狸摇。你怎么知道？真的吗？我真的被我猜对了。千秋篝火映入雨碎，梦里风在吹，也许月亮怕将回头喝了几回，伸个懒腰打个瞌睡，又万般娇媚，去了与百人斗醉，不饮不归，久违久违，爱恨是非不过扬眉，久违久违，红尘似
和动力，谢谢三哥点赞。我只能说我猜的太准了，这都能被我猜中。我就是随便一猜，妈呀，没想到就猜中了。这个名字应该只有老人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只有老人知道？哎呀，太准了！说明我真的我的直觉非常的准确，我就是按照我的直觉猜的，没想到一发入魂，就是说新人没人知道我叫这个，确实是新人。什么新人？你是说以前的那个新人吗？就以前那个队的新人吗？那确实是没人知道叫这个，因为你不是一直改名字吗？欢迎何豆粒，好久不见呀，何豆粒，欢迎通达，欢迎老七。噔噔，谢谢何豆粒的小星星。新粉不知道，确实是新粉不知道，因为只有我们以前在贴欢的那段时间你叫三哥，后面好像就改名字了。谢谢何豆粒的灯牌，我把灯牌注销了，怎么样？为什么要把灯牌注销了？那你把灯牌注销了，那你不就是那个就灯牌注销，那你不是那个牌就没有了吗？注销了就算了。不过为什么要注销呢？欢迎 TS，TS 也是三哥小号吗？二哥，完了，我又搞不清楚了。我这个来了个 ID 循环，那是二哥。好，那是二哥。欢迎好幸运，谢谢好幸运的灯牌啊！这是豪吗？你为什么改名字了？这个名字好，好幸运，沾沾你的幸运，希望我也能变成好幸运。为什么白白要突然那么说？是他的女朋友发现他了吗？是他女朋友发现了问题了吗？我们可以继续点点赞哦，家们，可以继续点点赞哦。为什么老七发了一个这个表情包？就是怕空气突然安静，所以说你这个表情包是什么意思？就是怕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吗？太丑了，你这个表情包，你这个 emoji。欢迎糖，谢谢这些点赞。看你说一堆人没什么打理发一下，没有哦？你是说看我说一堆没人搭理发一下是吗？好，还得是你缓解我的尴尬是不是？还得是你老七。家们还有没有什么想看的小舞蹈呀？我们一会儿跳一个素吧，因为我发现最近好像这个舞好像又变火了，好像那个什么
有那 SK 的团播好像还蛮喜欢跳这个的。打破气低气压，好好好，欢迎声音。谢谢哲哲点赞。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酸菜鱼。在同一片天空，也会吹过同一阵风，在同一片星空，会看见你笑容，心在跳动，我会出现在你的眼中。看同一片霓虹，相遇就在某一秒钟，在同一个迷宫，我心被你牵动，冥冥之中，好幸运和你怦然心动。我和你，你是水，我是鱼，拥抱你，你和我，我是刺，你是曲，每一句鱼游在水里，你在我心里，伴随呼吸唱出的旋律。我和你，你是水，我是鱼，拥抱你，你和我，我是鱼，你是现在又陷入了安静环节。去成都办事。老七要去成都干什么？没准套个哈基酱。行行行，你去成都出差吗？是，那你要在成都待几天呀？你幸好没有前几天来哦，你前几天就能感受一下成都的暴雨了。前段时间就上周，你幸好没有上周的时候来，上周的时候全是在下暴雨。欢迎天南。好幸运和你怦然心动，我和你，你是水，我是鱼，拥抱你，你和我，我是刺，你是曲。那边的店有点事，过去处理一下。哦，老七，你是什么店？开店的吗？什么店？欢迎原来。我看我知不知道？我看我知不知道？谢谢原来的灯牌，欢迎小二不二。快的话1-2天，慢的话3-4天。那你都不会，你就是处理完就回去吗？你都不会那个什么，就是你都不会就是顺便玩一下之类的吗？主播说话真好听，真好听。你为什么后面打一个这个表情？还得去那你去日本是去日本玩吗？命苦得很。我感觉挺好的呀。为什么会命苦得很？你看你这样出差就相当于去玩了，多好。谢谢哲哲点赞。那你去日本是干什么？你去日本是欢迎 MC， 日本也是工作哦。我还以为是去玩的嘞。那应该会很长时间吧？如果去日本工作出差的话。谢谢 MC 的鲜花，谢谢宝的鲜花。出口贸易哦，出口贸易。那在成都那个店也是喽，卖小商品的，是不是？欢迎在工厂打螺丝。成都不是店是点哦，我还说什么店，我有空去看看，有空去逛逛，还说什么店，有空去看看去逛逛嘞。欢迎高等数学。
有空去我给你套走。你给我套走哪儿去？套去日本吗？跟你一起出差去，挺好的。你给我包机票，我顺便就去玩了。欢迎卡总，顺便就去玩去了。套走就顺带当旅游了，套到福建去那不行，套到福建清真那不行，套到日本可以，套到日本刚好我想去日本旅行，刚好想去玩，套到日本刚好可以顺便玩一下了。福建就不算了，福建太热了，又闷又热，比成都还闷热。而且清真，福建那边是不是不能怎么吃辣呀？我上次去厦门就是感觉，我去吃了那边什么茶，那个什么沙茶，哎什么那个什么面，是那个什么茶什么面，我忘记叫什么了，我觉得味道怪怪的。但是蚵仔煎还挺好吃的。这2天沙茶面，对，就是那个沙茶面，我还是不太get 不到它的点，因为我当时是在小红书上看到好多人就是说要去吃那个特产，我去吃了，我发现哇塞，这什么味道啊！幸好它只有1点，不然的话我吃不完，就是不太能够喜欢那种味道。这2天福建才36度啦，体温测了一下，测了一打34度，44度，什么为什么又44度了？你不喊我煮的好吃，沙茶面不应该都一个味道吗？我觉得都不好吃，我吃不惯那个味道吧，就是感觉很奇怪。而且我不太喜欢吃猪肝，但是它里面就会有加猪肝，我觉得猪肝就很腥，就是有种铁锈的味道，不好吃。反正我就觉得以前我觉得成都已经够热了，就是已经够热，又闷又热的，算是这种城市了，就夏天算是这种城市了。但是直到我去了长沙之后，还有去了厦门之后，我就发现成都其实还是蛮凉快的，就是外面总有比你想象中的更热的地方，很多网红店能吃的要命还贵。我当时是去的那个就是小红书上面很多人推荐的那家店去吃的，但是我感觉可能它都是那个味道吧，所以说后面我就吃了那一顿之后发现不是很喜欢，我就没吃了。但是蚵仔煎还蛮好吃的，因为它会加一个甜辣酱，就是感觉蛮好吃的。欢迎豆豆，谢谢空默默的灯牌。多少米1碗？好像是20多块钱1碗，这是正常价格吗？好像是26还是28，我忘记了啊，反正是20-30，没有超过40。我都有点忘记了。蚵仔煎我见得好吃，什么都你见得好吃，那你倒是给我吃啊！我全家福38，不是小健，你在哪儿吃的？你在北京吃的还是在哪儿吃的？38，挺贵的。我吃的，因为我没有吃全家福，我就吃的是单个。它有很多，就是它有很多，就是里面放的菜不一样的，价格也不一样。哦，你也去了是不是？哦，忘记了。但是你是在哪儿吃的？我是在那个什么巴士基，什么巴士吃的。欢迎水自流，谢谢水自流灯牌和点亮，晚上好呀。欢迎半俗不雅。反正我觉得不是能够很 get 到它的味道，但是那边海鲜好多呀，就卖海鲜的。牛肉羹、花蛤、大虾17块，这么便宜。你是在哪儿吃的？这么便宜？我感觉就是专门烧那种外地人，就是比如说就像成都的也是，你去什么像宽窄巷子呀、锦里那些地方吃东西，它就是会很贵。它就是因为像那种旅游景点的话，
就是外地人会比较多，所以说它就是会贵一点点。我感觉我去的那个地方也是，因为很多人都说要去那儿，因为那儿有一个小吃街，就说要去那儿吃，感觉也是那个游客很多，所以说感觉会贵一点。泉州，我也好想去泉州，去泉州那个簪花，哎，好像是泉州簪花吧，很出名。之前欢迎凌霄，去拍一套那个衣服。欢迎402。谢谢头俩的灯牌。东郊记忆吃份咖喱泡饭，都是蔬菜。我想起你上次在那个买那个什么东西，200多块钱。哎，你之前买那个话梅还是什么？我就觉得哇塞，你就是真的，你一点都不那个一下吗？就是你去网上搜一下，就是具体要多少嘛？这个也太那个了。但是你要去看那种，就是比如说像有些网红店，它确实就是很贵，因为它可能贵就贵在那个装修之类的嘛，就装修啊、打卡之类的环境上。去成都，对呀，就是因为簪花火了之后，哪儿都有簪花的。我去云南还有簪花的，因为就是很多那种就是拍那种民族服装的就有簪花的，还有什么傣族的，就哪儿都有。我属于那种脸皮比较薄的，然后就是不好意思讲价的那种，是不是？别人说多少就是多少的那种，是不是？谢谢姐姐点赞。像你这种就很容易被坑，就很容易被那个啥被烧。欢迎462。你应该多去小红书做攻略，这样就知道哪儿好吃，然后又便宜的。而且很多地方它就是并不是那种景区才好吃啊，很多景区它又贵又难吃，就要去那种比如说大众点评上那个分比较高的地方吃，它可能会真的算是比较好吃的。就像我有时候去吃也会去那种评分高的，这样不容易踩雷。欢迎熬夜。丽江的簪花店之前去玩，硬拉着我们去簪花。为什么还会硬拉着去簪花呀？我说我们泉州自己的簪花都不愿意，还跑丽江来簪。对呀，就是像云南丽江那边的那种服装的，就是那种妆造店，什么都能做，什么汉服呀、簪花，还有傣族的民族服饰，还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异国的那种形式，就各种都有。胖了一点，为什么会感觉我胖了一点呢？但是我其实我没有胖也没有瘦，最近体重一直是那的。而且我上周就是前2天不是周末嘛，我才称了一次体重，还比我想象中的要轻一点，因为我本以为我会重一点，但是还比我想象中轻一点。欢迎张永江。为什么会觉得胖了一点呢？簪花丽江才正宗。泉州是偷学的，我笑死。我当时的表情，那你确实是好笑人，那确实是这样的。就像是你在别的地方突然别人说他们那儿火锅才是正宗的一样，就很搞笑。胖了一圈，我的胳膊肘一直都有肉的。
就是你穿那种泡泡袖，它就会勒着会有肉，但是我的手一直都是有肉肉的。欢迎小七，谢谢小七的灯牌和点亮。对呀，去年的小腿小胖腿没了，对，会比去年瘦一点点，但是也没有瘦很多。我本来想说夏天，我之前想说夏天瘦出马甲线的，现在看看还是就是太难了，只能说能瘦一点点，但是你要瘦出线来还是太难了，因为你要去运动，你不能只靠少吃，你得运动才能有那个线才会变明显。你少吃的话只是会没有肉，但是它不会有线，就像韩国说变脸是他们非遗，让莫名其妙。我的我其实也还好吧，我也没有瘦很多，就是腿，而且腿很难受的。欢迎江玉媛。而且腿很难受的，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就是练的不太好，所以说就练成那种肌肉腿了，肌肉腿很难瘦下去的。我倒是觉得这样腿很好。其实你看，你们别看拍视频的腿，因为拍视频的腿都是角度，为什么曝光了呀？都是有角度加成，还有后期的。其实本身腿是很难受的，特别是小腿，除非你去打 biu biu， 不然的话就很难受下去，因为它是肌肉又不是肥肉，就算你减肥它也不一定会瘦的那种。泡菜好像是四川的正宗，是吗？我这个就不知道了。但是韩国的泡菜也很正宗，韩国泡菜也很正宗了。欢迎怪我喽！我们马上要到5000赞了，咱们还没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呀。欢迎马里奥。运动完泡沫肿，我以前不知道，我上初中那会儿根本就不知道，就是运动完要拉伸一下，就我上高中开始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上高中开始就学舞蹈之后，就每次上完舞蹈课就会拉伸一下嘛，然后那个时候才知道你不拉伸腿肌肉会变成一块一块的。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晚了，已经有一点点肌肉腿了。然后上高中的时候，你就算拉，你知道吗？他就是用那种泡沫肘也没用。你知道我上高中的时候为了瘦腿，我还就是那种智商税。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很傻，就是当时我在网上买了一款产品，就是说那个涂抹膏，就是那个膏，就是我当时也是因为天真啊，就那个涂抹膏，他就说涂在腿上，然后按摩，然后用那个保鲜膜包上就能瘦腿，然后我就买了一盒，然后我就用了几个月，发现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用处。所以说什么能涂上什么膏就瘦的，那全都是骗人的。帮别人筋膜刀刮，哇哇乱叫。但是我觉得那种就是你痛，你只要不是那种很使劲的弄，它是那种酸痛就会痛着很酸爽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的。因为我为什么有肌肉腿，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跳那个拉丁舞，因为小的时候跳拉丁舞就是老师要讲究那个爆发力，然后小的时候就把那个爆发力给练出来了，然后就给练出肌肉腿了，笑死。筋膜刀给人刮是最累的，对呀，而且我很不喜欢自己给自己弄，因为真的很累，最多就是按摩按一下，就是给他腿按松一点。但是像那种什么筋膜刀或者是筋膜枪，你都是最好是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棍子，都是最好是给别人弄，你自己不太好弄。欢迎迪尔。所以说自己弄有时候就会坚持不到很久，就坚持一段时间，然后就发现那个啥了，就发现不太就是坚持不下去了，因为主要也没瘦，主要是也没有瘦，所以说它不会有动力，就坚持一段时间发现也没瘦，我感觉被骗了，然后就不想弄了。国标酱，但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学的国标，我小学和初中学的国标，我上高中之后就没有学了。
上高中之后我就开始学中国舞了，开始学民族舞了。所以我是什么都会，但是我其实挺想，我说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的话，我应该不会再选跳舞了，我应该不会再学跳舞了，因为我觉得跳舞，我感觉我不学我也会，对自己的自信啊。但是我就想学美术，想去当一个画画的，不想当一个舞蹈生了，想当一个美术生了。哈吉讲杂而不精，什么？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我感觉在舞蹈方面，我虽然就是我的条件不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我的就是学习那种能力还是在线的。你知道我上高中开始，我一直都是站的第一排。上高中开始跳就是上专业课哈。高中开始上专业课，我都是站第一排。你知道第一排的含金量吗？第一排可不是按身高站的，是按你跳的好不好站的。而且就是第一排会站6到7个人，我还是站的稍微靠中的那个位置的，就是 C 位，靠中 C 位的。不是因为个头小，我才说了，你站第一排不是因为个头小，是因为你跳的好。因为你想想，一个班20多个人。如果他是，比如说你，跳的不好的站第一排，那不是你考试的时候或者老师天天看着跳的不好的，气到要被气死了。那肯定是把跳的好的放在前面，然后跳的不好的放在后面，他就可以跟着跳啊，跟着跳的不好的学，你知道吧？就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个头小。像我的个头也不大哈，要是我的个头高一点的话，我就可能会去更好的学校了。因为其实跳舞挺看这种外在条件的，就比如说跳舞就很看你的长相、你的比例还有你的身高。所以说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就不会选择跳舞了，就很吃亏。对于这种就是你身高不够的就很吃亏，就哪怕你跳的再好，你还是会没有别人长得高的好。我自己是用泡沫轴，用一个电动泡沫轴。电动泡沫轴是怎么弄啊？受了身高的限制。对呀，就是其实我也不能这么说哈，就是可能你们对艺考不太熟悉，但是像艺考这种东西都是多多少少，它不像高考那么公平公正绝对的，就是艺考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点水分的。什么1.55米我根本就考不了，我根本就考不上大学。1.55米学跳舞根本就考不上，好不好？就是像跳舞的最低就得160，就是最低的那个身高了。你要再低，你的就是因为我们艺考舞蹈的艺考，它会有4个标准，就是它就是满分是400分。你好烦啊！就是满分是400分，就是就是第一个分就是打分的第一项就是形象分。形象分就是看你的身高、身材比例，还有身材，还有长相，就是看你的形象分，就是第一个标准，100分满分。你要1.55米，你第一分就只能60分了，160不押韵。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基本功，基本功就是软开，就是你的搬腿，比如说一字马这些，就是得软开度。然后第3就是你跳你的剧目，给你准备了一个成品舞蹈。然后第4就是看你的模仿能力，这些就是看这几个。但是我不是我说哈，就是反正我们四川的就是多多少少都是会有，就是掺杂点水分的。就很多人是看运气的，就是很多人你觉得他跳的不好，但是别人运气好，别人就能考得很高。但是你看有些人他就是跳得很好，但是他就是比如说他跳得很好，但是他就是运气不好，或者是怎么样，他就是考得很低。我包括以前我们班上都有人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真的是，我觉得对水很深的，真的会很深。就是学艺术类的都深，就只能说到家了。好，都深，身高差点，但行行行。我其实我在我们班上专业是算是还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差身高差点儿。
不然的话我就可以上更好的学校了。但是其实我当时也没有发挥好，因为太紧张了，不然的话我觉得我都还可以更好的，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有一种受了那么多苦，就是有一种台下就是真的是有一种台下10年功台上1分钟的感觉，就是你吃苦吃了3年，比如说而且我吃苦对，差不多吃苦吃了3年，然后你考试一考就那么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就固定你的成绩了，就天哪，我真的是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而且我那天就也没有发挥特别好，所以说我当时其实都很难过的，但好在成绩也不是特别的差，但是也没有到达我的理想成绩，1.6米，对，我就是1.6米。对，我的身高在南方够用在北方不够用，但是其实南方女孩子普遍身高就1.6米左右了。欢迎小情绪。所以说如果比如说像我周围有什么亲戚小孩要学跳舞，或者是我有什么朋友妹妹要学跳舞或怎么样的，要想走艺考这条路，我首先就想说你如果是条件很好的话，我觉得可以走。就有些就包括就像我上高中的时候哈，就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孩子，她是1.7米1.72米，就是一个很1.69米还是1.72米，反正挺高的一个身材。对于舞蹈生来说，这个身材这个身高是最好的，就是1.7米左右的身高是最好的，对于舞蹈生来说。然后当时她就是1.69米还是1.72米，我忘记了。然后她其实跳的一点都不好，就她身体一点没有爆发力，就软塌塌的，跳舞也软塌塌的。但是她高考就是艺考的时候考得特别好，就是因为她的形象好，她的形象就90多分，就她的外在条件就很好，然后也很瘦，然后就弥补了她的其他的缺陷。所以说她艺考的时候就其实老师对她抱了没有很高的希望，因为她确实功不咋样哈，但是别人就考得很好，她当时还考的是我们班上的前几，就是她的专业，就考得真的很好。那种身高可以跳民族舞了，不管你跳什么舞都需要很高的身高，都需要1.7米的身高。就是你要想去好一点的学校，就比如说想去川音啊，你想去北舞之类的更严格，你想去北京上海的学校更严格，就还会真的会量，就是会量你的比例，就你去校考，就特别是附中的小孩真的会量你的腿长，就是很严格。基本功不够，形象来凑，对啊，但是老师更看重的是形象啊，因为他觉得说虽然说你的基本功差一点，但是他觉得你的形象好，大学4年可以把基本功练出来。但是你如果形象不好的话，你大学4年你不可能把形象给练出来，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种，就是你的基本功差一点点，但是你可以练得出来，但是你的身高是练不出来的，固定死了的，所以说就没办法。差23公分，这么高的吗？23公分多高？一个头，在你的下巴这个位置，一个头有23公分吗？天哪，这个身高差绝了！欢迎命运。所以说，我说要是可以重来，我就会选择去画画去了，选择去画画。到锁骨吧。这么多吗？23公分，挺好的，到锁骨，真好呀！这不就是最萌身高差的吗？其实我觉得男生跟女生身高差这么多是最好的，我感觉就会很好，那直接没戏了。你身高不好的话，肯定是我跟你说，你身高不好的话，你身高不高，你去跳舞的话，就是老师都不会建议的，就是除非是那种想赚你钱不负责的老师，他就可能会说，哎，来学。但其实真正那种想要那种就比如想要成绩的，比如说他要那个考生率，就是那种考上学校的那种那个高考率的，他其实是不会要那种特别矮的女孩子那个学跳舞的，他可能会建议你去其他专业，比如说去学音乐呀、播音啊这些，他不会要求你跳舞的，就只有那种不负责想在你身上赚钱的才会觉得就是来者不拒。不高一般跳爵士，但是现在其实大学里面没有爵士这个专业，
一般爵士是学国标的时候会选，就是会选修爵士，但是很多学校它是没有爵士这个专业的，最多的就是民族民间舞。累了可以把你要当拐杖的话，起码得在胸口这个位置你才能当拐杖吧。锁骨这个是哪有这样子的，哪有这样子拐杖的，拐杖哪有在锁骨这个位置，笑死。传统一般都是童子功，你不像我就不是童子功啊，我就是上高中高一的时候开始练的。天哪，那个叫一个痛字，但是我其实忍痛能力还蛮强的，那真的就叫一个痛字了，就是你要忍，真的就是要忍。我手往上提提，你不会累吗？你手一直架着，你手放在这儿不会累吗？你应该再矮一点，再矮一点就可以当拐杖。欢迎赖个宝，欢迎深深。嘴咋了？我嘴没咋呀，我嘴咋了？我嘴怎么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身高差，真的很好。不管对于男生对于女生来说都很好。就是你抱起来的话，就是对于女生来说抱起来就是很有安全感。上唇应该是画的口红吧。唐诗逸不高，唐诗逸不高，别人也1.69米吧，他也1.6几，好像。我跟你说，一般你考北舞的身高都没有低于1.65米的，北舞的都没有低于1.65米的身高，就哪怕你的功再好，你的专业再好，都没有低于1.65米的。吓我一跳，这就是那个画的，他没有那个，为什么老是曝光啊？欢迎沈王。1.55米就可以当拐杖了，对呀，1.55米就可以当拐杖，1.6米还是差点，不能当拐杖。和他齐名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七？我都忘记了，因为你要问我，像你要高中、大学的时候问我可能还比较那个啥。其实我上大学之后，特别是大3之后，我就基本上很少关注就是舞蹈圈的事情了。像现在我更没有怎么关注了，但以前还是很那个的。我以前特别喜欢那些。先撤了，好多。穿个内增高可以了，确实可以了。成都前几天发大水了，是的，成都前几天非常的下非常大的雨，你别穿鞋就行。我穿鞋平时都穿的是运动鞋，因为我不喜欢穿高跟鞋。就穿高跟鞋，我觉得就是穿着，就我出门，我以前还挺喜欢的，但是我现在不是很喜欢穿高跟鞋。我每次出门都穿的是平底鞋、运动鞋，你还让我不穿鞋，我笑死。不过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男生跟女生身高差这么多是最好的，对我来说的话，就是抱起来会很合适。谢谢这点赞。欢迎香风至来。回家滑皮艇，对呀，就是前两天真的有滑皮艇的，前两天真的有滑皮艇的。我之前谈的那个四川的就153有点太小了吧153是不是有点太小巧了，过于小巧了。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班上有一个154还是155的一个学生，就是我上高一的时候他还跟我一起学舞蹈，上高二的时候，就高一下学期的时候，老师就给他劝到那个音乐，他就去学音乐去了。他上高一下学期的时候还是高二的时候，老师就劝他转专业了，他就没有在那个了，就没有学跳舞了，就因为他太矮了。哎，我这个怎么老是曝光啊？他怎么老是曝光啊？一只手给他嘎吱窝，挺好的，这非常有安全感了。我去洗澡了，好多欢迎高等数学，那很有安全感了，只能说非常有安全感了，挺好的。
欢迎 How are you？ 这个名字取得真好。我现在可能是3只酱加起来的重量，真假的？晚上好呀 ，Hello。欢迎陶弟。三个，我不信你这真这么重，虽然也很高，218，218其实也没有三个我其实也没有那么轻啊。就算是218，你也对啊，218我也没有那么重啊，没有那么轻啊，你太看得起我了。300多，但是我也没有100多斤啊，笑死了，2个半。但是2个半，2个多一点，2个多，这样怎么也过百了？我没有过百，我看起来很胖吗？但是我没有很轻就是了，虽然没有，我不能跟你们说体重，虽然没过百，但是也没有差很远。90没有90，反而我不说多少，反正和100差不了多少。但是我不说是多少，你们就知道那个值就行了。有点肉感不好吗？现在就是要有点肉感才，就是不懂，你就是不懂。像我小的时候也是喜欢那种很瘦光骨头的，你长大你才知道肉感是多么的好。这是最好的，有点肉感是最好的，就是该瘦的瘦，该瘦的瘦，该肉的肉，这是最好，这是最好的。这样了，给你120，就是，哎呦笑死了，对，就是，该有的都有，那不就挺好的呢？该有的都有，那就是最好的了。该有肉的地方都有肉，就是最好的。该瘦的地方就瘦，最好的。像我的肚子就很瘦，我的肚子稍微少吃一点，我就很瘦。稍微再运动一点的话，就更完美了。为什么我老是曝光啊？我把灯都全部撤了，为什么还是曝光？你摸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四川话为什么会说？还好啦，没有那么凶残。欢迎圆圆。欢迎铁锹。这不挺好的吗？这不挺好。其实我以前对我上高中来说，我上高中的时候一直想减肥。我上高中的时候，还有上高中的时候是本来就要减肥，那个时候我们要控制体重嘛。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减肥，我每周都跟我室友说，这周开始我要少吃一点。结果每次去食堂我都忍不住吃很多。但是我现在我就不会这样了，我就觉得就是我那个时候还非常就是想要自己瘦一点，就还是很喜欢那种很瘦的身材。但我现在其实对我的自己的身材还挺满意的，就是你可能长大了之后，你就不会再追求那种很瘦的那种很细的腿或者很瘦的身材了。就是至少我现在就觉得挺好的，就不会像以前一样觉得哇塞我要瘦一点怎么样。但是我是觉得说该瘦还是要瘦，但是就是不要过度瘦就好了，人有点少。圆圆我的人一直都这么多呀，我的人一直都是这么多，其实也没有很少，刚开始人会多，后面就少了。其实也不是说人有点少，都一直都这样的。圆圆是不是第一次来我这儿呀？欢迎小珍做题家。他之前也说他很温柔，不耽误我，他睡觉去了。好嘟，晚安 ，Hello。那也很正常，四川女孩子都是，你不惹她的时候，她就是很温柔的；你惹她就是要给你点耳屎。
他就是会很凶的，就包括我也是。你别把我惹急了，不然真当我是什么哎那个什么老虎不发威，真当我是病猫了，真当我是 Hello Kitty 了。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还是非常的很好说话的，只要不踩到我的雷区，一般情况下是非常的好，非常好说话的。但是你踩雷了就不行，踩雷了就得变成暴龙了。不能是那不能，人要有原则嘛，人要有原则，你不能任人欺负，是不是？你不能就是完全就是他惹你生气，你还要跟他好好说话，那不行。就是惹人生气，那你踩到雷区了就要生气，不然他老是惹你生气，是不是？那不行。之前一直看你们4个哦，小风、喵喵那边经常去哦，难怪。我这边一直都这么多人。你要说我去年的时候可能人会多一点，但是今年其实一直都这样，差不多已经很久都是这样了，所以说也不对我来说不存在那个人少不少。煮个螺蛳粉吃，好嘟，拜拜老七，欢迎曾经拥有。而且我自己也习惯了。11点才下班累，辛苦了老七。老七今天跟我聊天聊了好久，欢迎你下次再来。欢迎孤独的猫。欢迎呆呆。泡在浴缸里也是我，你总不能说你刚刚跟我聊天这么久都是泡在浴缸里吧？这么爽吗？这么舒服？谢谢呆呆的灯牌和点亮。人比较多，不过人多人少都无所谓了，是的，因为彤姐粉丝高嘛，她的粉丝更多，冲早去了，好多拜拜拜拜老七。因为他粉丝更高，所以说人更多也是正常的嘛。泡澡舒服，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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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谢谢孤独的猫的点赞，欢迎保罗熊猫仔。而且最近抖音又限流，就是我感觉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抖音就限流，它就是推流算法变了之后就限流，限流之后就更不比从前了，就是不好说。欢迎睡个好觉，谢谢阿达灯牌，家们可以续灯牌了哟，可以续灯牌了哟。谢谢孤独猫的灯牌，我们可以续灯牌了哟。是的，所以说，现在是这样，也是那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它限流的话，那确实没办法了。谢谢孤独猫的9个玫瑰。只能，所以说现在只能先做好现在，走一步看一步了。欢迎混子，谢谢白白的小星河，谢谢柠檬的灯牌。谢谢林天的点点星光，谢谢奥德闪耀星河，谢谢鱼子酱灯牌和闪耀，谢谢鱼子酱，谢谢圆圆，圆圆你还没有关注我吗？
伤心了，我要伤心了！你居然都没关注我，你不是说以前看我们4个吗？啊！谢谢圆圆的灯牌和入团卡。天哪！你还说你以前看我们4个，虽然说峰姐和面面看的多，但是你居然都没有关注，心碎了。空梦姐怎么在直播间？她没有在直播间，那个是她粉丝，那个是柠檬，只是改成那个名字的，不是空梦，那个不是空梦。欢迎9人琉璃，那个不是空梦哦，宝。苹果手机安卓没通用，老的你们都有进群哦，就是以前的手机都有进群，只是新手机没有，是不是？那你登的号不是同一个号吗？难道你登的号不是一个号吗？因为你如果关注了，你登那个号不就应该那个啥了吗？我见他给你送灯牌了，他是柠檬，他不是空梦，他是柠檬，他是空梦的粉丝。欢迎孔心。谢谢哲哲灯牌。这个是苹果 ID 登录上去的哦，老招手操注销哦，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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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天哪，要心碎了，关注我们就是以前就是才说看我们。结果都没关注，差点就心碎了。谢谢圆圆的5个闪耀，心刚刚碎的心现在又缝合上了，又缝好了。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海。我们再过一会儿，我们就准备下播喽，家们。家们还没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呀？有没有什么想看的舞蹈？最早天津欢乐谷看别人发就开始关注了，所以说呀，你最开始说看我们4个，我当时就想的肯定是关注了的，后来我看你关注，不过还好了，挺好的，也算是刷到了，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像现在流量不是不好嘛，就有些像圆圆这种，就是以前关注的，然后号注销了，然后现在也不一定都会刷到，就是现在可能都不会刷到的。要是以前没有关注，你现在凭缘分刷到，其实都不容易刷到。因为以前流量会更好，现在因为没有以前那种流量了。不过还是很有缘分哈，刷到了我的直播间。欢迎小斑马。大数据之前经常看，现在也会推回来给我，真假的？但你不是换号了吗？换号也会推送吗？你之前那个不是说注销了吗？因为我觉得就是你，除非你同一个账号以前刷过，它会推；如果你是一个新账号，就不一定会推了。
看了你们其中一个，哦，那也有可能，那也有可能。看了其中一个，他可能就猜你喜欢，是不是？欢迎小木条，然后就推送同一种类型的了。那天去找喵喵，然后呢？谢谢哲哲点赞，全部都推送过来了，呵呵，挺好的，挺好的。那一波人全部又推送回来了，是不是？那挺好。才5000多，对呀，就是今天都没人点赞，所以说才5000多赞。我们再听一首歌，我们就准备下播喽，家们，明天再见喽。我还没有想好一会儿录什么视频呢，我还在犹豫，要是今天晚上录视频，还是明天再录视频。无聊的想法，不管你在哪，请快点回家。我那天还问喵你们还去欢乐谷吗？他说现在要看能不能收到邀请。是的，是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去参加什么活动啊，或者去欢乐谷，也要看我们就是那边要不邀请我们。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活动给到我们才能去，就不是，其实这种活动就不是说我们想去就能去的，因为别人也得安排档期呀，或者是就是你去你之前也得签合同的，所以说就会很繁琐。所以说就是你要看那边需不需要我们，如果需要的我们的话，他会找我们的；如果他不需要我们的话，他就可能就不会找我们，就是要看我们收不收到邀请，收到邀请才能去。如果收不到邀请的话，我们就不会去了。欢迎秦梦。我们再听一首歌，让我看看我们再听个什么歌呢？再听一个内时雨吧，最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了，就是说。欢迎木鱼日记。期待的歌曲是什么？我们就听这个好不好？我们就听这个吧，这个很好听。欢迎大熊。现在真的好像去播跳舞去了，那天看到了推送，他去团播了，好，应该是因为他自己播的话，他就只会唱歌，他去团播才会跳舞，知道吧？所以说他去团播去了，因为团播才能跳舞。欢迎路飞，怎么声音都哑了？欢迎话语。好像是团播，好几个人一起那种。对呀，是呀。等我哪天我就去那个什么，等我哪天我就去那个去找他玩，然后我也去跟他们团播跳舞。主要是自己一个人播，有时候就怎么说呢，就是人不多就会很无聊，而且就是也没有动力跳舞什么的，就会有点疲，所以说准备去找他们那个一下，转换一下方式。
回忆碎了满地，怎么连你？看着你的眼睛，关注我的表情，一去不想分离，那么轻易。你说你是雨，划过我的眼睛，就会变成泪滴，忘掉过去，忘掉过去。是伴着下的滴滴答的滴滴。谢谢小琪的灯牌。有动力还是会比较好的。17号上的电影，17号上什么电影？欢迎鱼子酱。17号什么电影啊？等外卖很开心，里面好多美女，还有那个什么鱼子酱，你是你是因为那个商场里面有那个吧，有活动吧，不然为什么会有很多女仆啊？鬼灭之刃虽然说东京那边上，那你怎么看17号东京那边上，在国内的话估计还得再等几个月吧。为了那个外卖券，为了那个外卖券专门去商场点的吗？欢迎长安。好了，家人们，我们要准备下播喽。没有活动，好像不是放假了嘛？放假了，好吧，也有道理。放假了的话，就去。像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放假了我也会穿得很好看，什么穿罗裙啊、JK 之类去逛商场。突然想一下，我开始还想的是逛商场穿女仆装吗？后来想一想，好吧，也有可能。要是我以前，我也会干这种事的，就是穿得很好看的小裙子，跟姐妹一起出去玩。想想也是可能的。要永远相信 B 站，B 站怎么会有？他们录屏吗？在那边上映了之后拍个视频，然后上映到 B 站。谢谢高等数学灯牌，还有要续灯牌的家吗？全是腿子，我能想象了。要是一个商场全是美女，我也会很开心的。我的眼睛就一直叮叮叮，大饱眼福了，算是大饱眼福。夏天就是好，确实夏天就是好，有腿看，是不是？就是好有腿看。但是夏天也不好，太热了。欢迎星空蓝。好了，家们，我们要准备下播喽，准备下播喽，家们，我们明天再见了。顺便还可以要几个微信，一晚上一星没上，天哪，你们不会一直输吧？不是圆圆，虽然说要微信，但是现在女孩子都非常的那个什么，就是她不一定会给你，你知道吗？就现在女孩子特别会保护自己，也特别会那个什么，就不是一个，就是很多女孩子她的防范意识还是挺高的，她不是随随便便就会同意的。反正我认识的是这样的哈。不敢，我社恐。鱼子酱还有社恐吗？你上了，白白上了几颗星？至少我就是我就不会。要是谁在，因为我还是很容易遇到的，但是谁在外面加我微信，死缠烂打不管用，不加就是不加。我就不会加。我上次不是有一次那个什么吗？有一次我那个就是上一次子英在我家的那次，就子英在我家玩游戏的那次，就是那天晚上不是说晚点播的那次，就是粉姐和子英他们不是叫我去吃烧烤吗？然后我就在那儿等他们，在那边地铁站门口等他们，我就在那儿遛狗。我本来就出去遛狗嘛，因为那天是我刚好拍完视频，然后我想的是拍完视频我就出去遛狗，遛完狗回家就直播，所以我那天都穿的是就是录视频的衣服嘛。然后录完狗然后遛完狗就回来，然后突然接到他们的电话，就说要一起吃烧烤。我说可以啊，我说我刚好在外面，然后我就在那儿等他们。我在那儿等他们的那么几分钟，就等他们可能就等了3-4分钟吧，就5分钟，可能差不多3-4-5分钟。然后就有一个男生
这个男生撸完狗不是溜完狗，就有个男生，我就在那个路口嘛，他找我，他说他是怎么说来着？他说妹妹还是什么？他就说可不可以加一个联系方式？我说不加，我直接拒绝，我说不加。然后他就在那死缠烂打，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在那等他，我又不好走，我又不好去到其他地方嘛。然后我就一直在那儿，但是那个男生就一直在说，因为他感觉他以为我是要喝8+1的那种，他还说以后可以一起喝8+1。我说啊什么东西？我就后来我就说我就没说话，我就直接都没有搭理他。然后后来他就一直说，他说没关系，你加了你觉得不好或者觉得怎么样，你把我删了就行。然后说还是不加，他就在那死缠烂打了好久。但我说就是不加，我就是不加。然后后来他就走了，他一直在那说，就一直在那说加一个。然后有一个特别搞笑，就是他当时都准备走了，准备过马路走了，他觉得不死心，他又回来了，我笑死了。他又回来跟我说，就说加了就算不，就是后面把他删了都行，就是他就是想加上，然后我就是不给他，我就是不加，就是反正我至少我是这样的，我是在外面不会那种的，就是不会随便就是同意的。所以说现在妹妹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不一定，但是你们可以去试一试，万一就同意了，是不是？万一同意了之后就缘分，那就是那个什么了，是不是？所以说你们不能那个啥，还是不能因为我，所以说就是死了这条心。你们还是应该多去尝试。就我是这样的，不一定其他妹妹是这样的，就是其他妹妹有可能还是会加的。妹妹发把枪，什么妹妹发把枪？就是其他妹妹可能会加哈，但是我不会，我不会。我之前还遇到一个特别，我上大三的时候不是暑假的时候在隔壁直播嘛，在隔壁直播，我当时就去那个直播公司直播。我遇到一个最奇葩的就要联系方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时坐地铁回家是要坐到一个线的终点站，我要坐到终点站，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在 B 站，我在隔壁播，就是会播到很晚嘛，差不多那个时候10点多才下播，10点多下播，然后收拾一下坐地铁，就是往往是坐的是最晚的那一班，就是末班车了。本来地铁上就没什么人，有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包了一整个地铁的那种嘛，就有那种即视感，就没什么人。然后有一个人，他就是坐地铁，他跟我一起，就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他坐上站，因为那个地铁本来就很少嘛，就可能我一个人能坐一整个位置，然后他就坐在对面。但是当时人还多，我倒是没有发觉。后来的时候，因为以前我回家都是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的那种，然后到那个人他就是明明他其实跟另一个人一起的，那个人都下车了，但他没有下车，就是他明明到了他该下车的站点，但是他没有下车，他就是为了要我联系方式，他跟着我坐到了终点站，我真的服了，我觉得好危险啊，这种人尾随啊，纯的尾随，太吓人了。他就为了加，他就跟我坐到了终点站，真的是太吓人了。然后完了之后，因为他在地铁上，他不敢要联系方式，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敢。然后完了之后下了地铁，你知道吗？就多可笑！就下了地铁之后，我感觉他一直在跟着我，就是感觉想说话，但是又不敢那种。最后还是说了之后，我说好吓人。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我其实早就我应该在哪个站就下车了，但是我一直没有下，我就一直跟着你坐到现这儿的。我说，然后他又打车回去了，我说太吓人了。幸好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爸妈会来接我，不然的话我觉得好吓人。这种以为是个学妹，结果一看是学姐。那不是长得太年轻吗？没办法，大学的女朋友都是抖音和别人的学的。真的吗？那挺好的，你看是不是啊？要微信追到了，对啊，所以说你们还是不要那个啥，还是如果在路上真的遇到一个我觉得哇塞长得是我的点上的一个女孩子，还是可以去要一要，就你应该先去尝试一下，就他给不给那就算了嘛，就说明你们没缘分，万一你给了呢，是不是就会像圆圆一样，说不定就能有一段缘分呢，是不是？确实吓人。对啊，那是我遇到最离谱的，他当时跟我坐了好久，他跟我坐了好几个站，起码有7个站，
而且那个时候是末班车，他回去还要重新打车回去，我觉得简直离谱至极。后来我还把这个事情给我妈说了，所以说每次我妈都会，就是我那个时候下播很晚，他们都会来接我，他们就说你要注意安全哦，你要注意安全，包括现在也是，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包括我在外面就有时候不是会去旅行嘛，去玩，我都说我这么大一个人了，又不会把自己走丢了，他就特别担心我，他就是会让我什么，反正就是会一直唠叨我，就是说什么注意安全，出去玩之类的。但是我感觉家里面就是这样，家里面的人就是这样，会很担心你的出行之类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勇敢一点，还是应该勇敢一点。遇到了真的还是应该那个什么一点，对不对？对呀，就是有时候我出去玩，我都说，他们就说让我注意安全，怎么样，说很多，我就说我又不会把自己搞丢了，笑死了。还有没有需要续灯牌的家们啊？大学的想法肯定和你出社会不一样，现在还是得委婉一点，还好吧？你就确实得委婉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勇敢，你主动才会有故事，是不是？所以说你们还是出门在外，你们还是要主动一点。女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对，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女孩子在外确实要注意安全。穿的很普通车，没有底气，那你下次穿的好看一点。以防万一以后出门，以防万一每次出门都穿的好看一点，万一哪次就遇到了，是不是？万一哪次就遇到了。今天看宅文视频好像看到，对，我去参加宅文联盟的那个了，但是镜头很少，就是说镜头非常的少，就是为了外卖才去的，那也是了。就像我平时出门，比如说我只是为了一个什么东西出门的话，我直接穿拖鞋我都会出门的。笑死我，没理我啊？怎么没理你，小七？我说了呀，不是，我说那个要注意安全吗？怎么就没理你呀？我理你了呀？怎么就没理你嘞？我不是理你了吗？国外根本就没露脸见过女的，为什么？什么意思？怎么叫没露脸见过女的呀？没理我？什么没理我？我哪儿没理你？我又没理你了。哦，这样，哦，那没办法了，那没办法了，没理我，那确实这种理不了一点了，没理我，不讲，没理我，那这种那没办法了。欢迎永江，你们最好是有事儿哈，你们要加我最好是有事儿。你们要找我最好是有事儿，管得特别严哦，是不是那边得戴个什么头巾，是不是要遮面那种？感觉确实是哈，管得很严，那就是没那个什么，没事，有天大的事，你们最好是有事，你最好是有事，没事的话，你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啊？李子讲，你有什么事？好，我准备下播了，家们，我准备下播了。你有什么事啊？你有什么事儿？有事儿？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你最好是有事儿，我告诉你，最好是有事儿。还有要续灯牌的吗？家们，还有要续的吗？没有的话，我就准备下播了吧。天大的事就是说晚安。怎么了？说晚安要发语音说晚安吗？你微信呸，你抖音上也可以跟我说。好了，家们，我们要准备下播了，明天再见了，家们。5000块的项目，真假的5000块，到时候就说我愿意就可以了。5000块的项目，什么5000块？结婚不是什么项目5000块？我愿意结婚吗？结婚也不只是要5000吧？结婚现在结婚可贵了，加个美女的事儿，加个偶像的事儿。说得好。好了，晚安，大家早点休息，晚安。不快到结婚上去了，闪婚懂不懂？这就叫闪婚，这一步太快了。晚安猫。
这叫闪婚。现在很多人都闪婚，你知道吗？认识1个月就是结婚了。我老师也是，我大学老师也是，认识3个月就结婚了，可快了。现在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感觉都可以2岁了吧，2、3岁了。领了小本儿。晚安晚安晚安，好多圆圆，明天找我玩，晚安晚安大家，晚安晚安。初见喜欢结婚，可以的。初见，你下次是鱼金色的鱼，你最好是下次看见一个女生，你就是你在国内还是可以这么冒昧的，你在国外就算了吧。你在国内看一个女生喜欢，初见喜欢结婚。好了，家人们，明天再见了，晚安了，家人们晚安，明天见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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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